都歡迎各位去繼續睇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裏邊嘅開箱文啦。咁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我 YouTube channel 嘅，其實都知道我咧就好少做呢一類咁樣嘅開箱文。但係今次我買咗呢一部 Skydio 2，其實我覺得其實真係佢有啲幾特別、幾獨特嘅地方。我覺得係我玩開其他航拍機佢係冇嘅，所以我覺得都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首先就分享咗我買咗咩先啦。我買咗一個三電嘅 kit set 啦。就有兩嚿 Skydio 2嘅電池啦。其實係佢係一個smart battery 啦。佢都有一個dual charger 啦。其中一個 accessory 嘅。其實如果你買三電 kit set 就一定要買。插咗兩嚿電落去，駁條 USB Type C 線咧就可以駁翻落個裏邊有個 charger 可以插電。除此之外咧，我亦都買咗一個佢專用嘅遙控手掣啦。其實大家睇好眼熟喎，好似 Pair 嗰個咧係冇錯嘅。後面裏邊咧，其實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其實係有 Pair 嗰個牌子喺度。其實佢係同 Skydio 同 Pair 合作啦，就用咗佢喺 Enemy 嗰個遙控器嗰度啦，就用落去嘅呢一部 Skydio 2。其實就基本操控都一樣啦。呢個上下擺嗰個 camera 嗰個 Q angle 啦。呢一個掣就一個 boost button 啦。呢一個就一個影相嘅掣。其實就既然你見到 Pair 個控，其實佢都係行 WiFi 嘅。其實嗰個傳輸嘅大家都心中會有數。亦都有一個 accessory 咧。其實如果你有睇一啲Skydio 2嘅外國一啲 YouTube 嘅介紹片，其實佢哋都會話呢一件係一件必買嘅 accessory。其實就我控制部 Skydio 2咧，其實就可以淨係用呢一個遙控器。我撳個掣，遙控佢起飛，跟住就撳唔同嘅位置，佢去自動追蹤翻我喺唔同嘅位置咧，去追蹤翻我去拍片。其實就我都覺得都係一個幾方便。不過我暫時就未係太熟用呢一個 Beacon 咧。遲啲我再熟用咗，再出多一啲嘅回顧，再睇一睇嗰啲 review，可以再睇一睇呢一嚿嘢，專門睇一睇呢嚿嘢啦。都睇一睇翻部航拍機 Skydio 2自己啦。其實打開呢個 casing 咧，個 casing 其實自己就可以做一個升降台咧。其實部 Skydio 2咧，其實認到呢一個 logo 嘅時候咧，佢降落嘅時候係會自動降落到去上面。其實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功能。呢個盒嘅保護性其實我覺得都幾好。有個手抽啦。基本上如果你會買呢部 Skydio 2，其實呢個佢就原裝送咗俾你啦。其實就基本上我覺得你帶部機出去玩嘅時候，呢個保護殼都係必須。打開裏邊啦，裏邊就有一個charger 會跟住啦。其實就呢個 charger 亦都可以駁住個 Type C 線去插落部機去叉電啦。但係我覺得正常你都唔會做，因為我覺得比較一個戇居，基本上你都係會用一個 dual charger 去叉電啦，叉兩嚿電啦。會有一嚿原裝會有，你買嘅時候會有一嚿電跟住你啦，兩對時飛掌啦，一條 Type C 線啦，仲有一塊眼鏡布。眼鏡布陣間再講一講俾你。睇一睇翻部機自己本身啦，今日嘅主角啦。部機裏邊咧，其實就佢有其實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有1、2、3、4、5、6。上3個下3個呢啲咁樣嘅240度嘅魚眼鏡啦。其實呢6個鏡頭咧，全部都係攞嚟去到做去避障。其實佢就環回部機360度，去到建構一個3D 模型。亦都去預測你被追蹤嗰陣嘅路程咧，喺呢個3D 嘅環境裏邊，佢跟住部 Skydio 2咧就會預測自己飛嗰個路徑，去到做一個 object tracking。所以其實佢嘅運算其實同埋佢出嚟個效果咧
係一般航拍機係做唔到嘅。咁啊講咗部機自己啦，咁啊再就四隻掌啦，咁啊呢個好緊要，呢個都典型四掌設計啦。咁啊就嗰個機底啦，咁啊有呢個 SD 卡啦，咁錄影去錄低你要拍嘅寶貴片段啦。咁啊呢度咧，成日真係要講一講呢部機咧。其實我玩咗幾次，我嘅經驗嚟嘅，我覺得其實呢部機係佢係真係有佢自己嘅脾氣嘅。點解咁講咧？例如我唔記得，我唔記得入咗 SD 卡啦喎。咁你諗住起飛嘅時候，佢會話，佢會話俾你聽，你冇 SD 卡唔俾你起飛喎。如果我入咗 SD 卡，但係如果 SD 卡裏邊嗰個位置嘅空位唔夠，咁好似唔記得咗係細過50 m 定細過500 m，佢又唔俾你起飛喎。咁又或者我起飛個環境好黑，佢呢啲因為始終佢用呢個視像去影像避像啊嘛，黑掹掹，咁你乜都唔使避啦。咁佢會同你講，喂，太黑咯，又唔俾飛。咁又或者就係話，我想我屋企度試飛咧，咁我屋企鬼咁細，咁部機又會覺得就話，哇！周圍好多障礙物啊，哇！好危險啊，我唔俾你起飛啊，咁又唔俾你起飛。咁其實就即係你要去摸熟部機個脾性，其實你先至會摸到係點，因為佢有呢啲咁樣嘅特性。其實我以前玩其他嘅航拍機就唔會有呢啲咁樣嘅嘢會出現。咁有樣嘢都真係要講一講，其實就係呢一個電池佢嗰個 arrangement 都幾有趣。咁頭先講咗啦，係一個 smart battery 啦，但係大家睇下，其實係用一嚿磁石老鏈咁勁嘅磁石，就放喺個機身同嗰個電池度。咁其實如果有玩過航拍機嘅人就知道咧。其實地磁就係航拍機嘅其中一個死穴之一嚟嘅，因為我哋每部航拍機裏邊都有一個指南針啦。咁個指南針嘅用途就係我要令到呢部機知道自己嗰個對方方向同翻個 GPS 地圖對位㗎嘛。如果你冇指南針，其實即係如果你有行山嘅，你用指南針同地圖對位，呢個係即係第一樣你locate翻自己第一個方法就係擺翻正個地圖先。咁但係呢部機又好有趣，佢擺個咁強嘅磁石喺度，基本上我就唔明佢裏邊個機裏邊嗰個指南針點運作，因為啲磁場亂晒嘅。咁同埋我玩過幾次，我嘅經驗就係咧，其實佢就冇以前我哋玩航拍機嗰啲，我要快4個啊，要咁，佢冇嘅。基本上部機一攤喺度，佢就自己啲鏡頭 cal 同埋應該係 cal 嗰個 GPS 嗰個咩。咁佢就根本我就揾唔到一個功能，就我要去reset 部機嗰個 compass calibration 啦，或者我有 magnetic interference，所以我從來都未見過有樣咁樣嘅嘢。咁呢部機就係呢方面，我覺得真係係幾有趣，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跟住都講翻就講嗰個鏡頭啦。個鏡頭就咁3軸雲台啦，三軸避震雲台啦。佢可以向下90度啦，向上，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得40度，但係明其實佢個設計上面已經可以去到向上90度，但係佢喺嗰個使用界面裏面，佢只可以俾到你向上45度嚟飛。咁呢方面我遲啲都會問翻send email 去問翻Skydio 公司咁樣問，可唔可以用個飛秒 update 翻？我想90度，其實所以我始終我都係中意話，我咁樣垂直衝上瀑布上面，應該都個畫面好震撼。嗰個鏡頭咧就不得不講，其實我玩過幾次，我就覺得其實佢出嚟嗰個顏色係都幾討好啊。呢一個鏡頭咧就嗰個full frame equivalent 就20mm 鏡啦，其實都算係一個 ultra wide 嘅鏡啦。都睇過佢影像，其實嗰個變形控制都 OK 啦，邊位都冇乜話圓筒變形啦。佢出嚟嗰個 file format 咧，我覺得都有啲似
GoPro，因為佢都會有一個 prelim 嘅 file 係 LRV format，咁 LRV format 其實就係GoPro 常用嘅 file 格式。咁佢 default 當然就佢會有 4K 啦，咁亦都可以有 4K 60P 啊，4K 60fps 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規格啦。咁都可以當然有 4K 30fps 啦，咁都佢有呢個 Full HD 嘅 120B 慢動作啦，佢都有 Full HD 60P 啦。咁其實就係再低啲嘅，我相信大家都未必會用。咁佢亦都有一個color profile 上面咧，佢只係得 HDR 同埋正常啦。咁就冇乜嘢搞，咁佢冇嗰啲咩lock 啊，佢都冇嗰啲咩 sequencing 啊，嗰啲咩 color profile 俾你玩。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佢 default 個色水我就覺得幾靚嘅，我自己就，但係我依家就未得閒去同步我手上面嘅 Mavic 2 Zoom 去晒白晒比拼啦。咁遲啲再有時間再比拼就同大家再分享下啦。我早幾日啦，咁就其實就去咗城門水塘去試機啦。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去過城門水塘8000層，其實都知道咧，其實城門水塘8000層，如果你入到去裏邊影8000層咁樣，嗰啲樹咧真係密到無倫。咁我覺得影去試呢部機嘅真係最好不過啊！密到無倫嘅樹我睇你點避。咁其實就玩咗一輪啦。咁我發現佢部機都有啲特性嘅。咁其實如果當你嗰個樹同樹幹中間個距離係細過大概1.5米至2米左近啦，其實部 Skydio 2係會自己頂住自己佢，我過唔到啦，冇辦法。如果你大過呢個數咧，其實佢個 website 有講，不過我一下都唔記得咗。佢大過某個數嘅 gap，佢就能夠自己衝過。咁我其實喺8000層裏邊就試咗2粒電，咁我見其實就我見佢被喺樹林裏邊穿插，其實都有少少吃力，但係就好老實講，我以前就用 Mavic Air 第一代啦，咁其實喺裏邊試，其實就基本上2下已經係停喺度。咁喺8000層玩咗2排電啦，咁走啦，我見有條湖畔嗰條小徑咧，咁我走嘅時候冇乜人喎，咁我就又睇下呢個咁都算相對窄啦咁嘅環境之下，試下追住我，試下今次追頭嚟，咁追頭其實都相對難㗎。睇下佢追到我幾耐，又出乎我意料之外，其實佢都追到我大部分時間。咁其實你見到嗰個片段裏邊，其實佢都追得都叫做我覺得都幾 smooth。如果以追頭嚟計咧，基本上我覺得佢已經係真係交足功課。咁我都發現咧，其實佢有1-2下咧，其實就算一啲好幼嘅樹枝咧，其實佢都能夠辨認到，而且去避開佢。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呢部 Skydio 2即係對我嚟講真係交足功課。咁因為我自己嚟計咧，就呢部機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就幾眼多人，但係我覺得佢可能始終就 tailor-made for extreme sport 啦。佢其實部機一起飛嗰刻咧就已經錄影緊㗎啦。咁變相咧就基本上你就唔會有機會 miss 到任何嘅 video 啦。但係對於我嚟計我就其實對我嚟計幾煩。咁基本上次一飛完出嚟咧，其實就即係伴隨住就起碼10幾分鐘嘅片嘅，因為由起飛佢嘅降落段片先至會個 record 先至會停。咁我就 after post processing 咧，又要10幾分鐘嘅片攆晒，即係勾翻可能當中嘅10零20秒出嚟嘅。咁對我嚟講係煩嘅。咁但係其實又調翻轉落一層啦，即係譬如如果我真係排緊步步，我撳緊嗰個 app 起飛撳佢追住我，咁我有時間叫佢你呢段要拍呢段唔拍。我大佬我隻手基本上我相信咧，我玩嘅時候應該部機就已經塞咗我個褲袋度，部機已經追住我，即係老實講我都唔知自己拍緊咩嘅。基本上落翻嚟咁就接翻部機應該執嘢走人嘅。咁
就係如果你話用一個咁嘅用途，咁我都可以理解佢點解會有咁樣嘅 setting。你呢部機就我會話其實真係要睇翻自己嗰個需要啦，即係你唔係真係要用呢樣嘢。因為其實大家見到呢嚿嘢啦，咁啊大家心有數啦，行 WiFi 咁你想係點啦？咁其實行到1公里都偷笑啦。咁其實我試機第一日啦，第一日都試過，咁啊喺市區試啦，咁飛咗600米到咪斷咗信號啦，咁啊可以自動返學㗎啦。還好啊，咁啊第一日我已經即刻試咗自動返學，咁啊都 OK 嘅。咁啊即係好老實講，如果大家真係想攞呢部機買呢部機佢飛遠咁啊，我覺得咁你真係唔好考慮呢部，你玩翻大疆啊，玩翻 DJI 啦，呢啲你飛4-5公里都唔會有問題。咁你如果真係諗得呢部機，基本上咧你就係 consider，我要飛得近，有咁近得咁近，仲要係圍住你嚟飛添嚇。咁基本上你要睇翻下你係要追求啲乜嘢啦。最後都分享一下嗰個買入嗰個流程啦，因為其實就 Skydio 咧 Skydio 呢間公司係美國公司嚟嘅，咁啊佢只會供貨俾美國同加拿大，咁其實就呢兩個國家以外咧，其實佢就係冇計劃供貨嘅。咁我其實點買到咧？咁其實一次機緣巧合之下咧，我見台灣有一個網站咧，佢就介紹呢部機，咁我問個網主我問下你點樣買翻嚟㗎？咁啊佢原來有朋友喺美國買咗咧，就自己帶咗翻去台灣，咁啊佢做咗一個 review。咁啊跟住我同個網主傾嘅，咁啊可唔可以二手買翻嚟？咁啊其實都佢都 OK 賣，佢話我都好啊，都你有興趣咪賣俾你咯。咁其實因為我就真係啱我嘅需要嘛。咁啊但係其實買嘅時候咧都幾麻煩，因為其實就即係你都見到啦，知道鋰電池啦，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問所有速遞嘅公司，如果要空運嘅話咧你要運呢啲鋰電池基本上係真係天方夜譚。嗰陣尤其是你呢度基本上係1嚿、2嚿、3嚿，跟住呢度裏邊又有鋰電池啦。咁其實呢個 Beacon 自己有鋰電池，大量嘅鋰電池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航空公司會覺得哇，你即係擺好多炸彈落架飛機度嘅啫。咁其實就好彩我揾咗一間代購公司，咁我同佢講解翻嗰啲，俾咗一啲電池嗰啲相關資料，咁啊佢 study 過之後咧，咁就話我可以幫你運到翻嚟。咁啊其實我就託咗間代購公司，咁就幫我去同台灣嗰位網主接洽啦。咁亦都將呢部機就買咗過嚟香港。咁啊，所以我就會話咧，其實呢部機咧就係暫時香港唯一一部，亦都係第一部咁嘅 Skydio 2嘅航拍機啦。咁就都好多謝各位都睇咗我呢個分享啦，希望都幫到大家去了解呢部機啦。咁其實今次嘅分享就到咁多為止啦。咁大家如果有問題嘅，可以就喺下面留言去問下我啦。咁我都會盡量去到解答大家。咁亦都好希望大家去即係除咗 DJI 之外啦，都了解下其他唔同品牌嘅航拍機啦。咁今日嘅分享就係咁多先啦，咁多謝各位收睇，好，拜拜。咁最尾都show幾段片之前就同啲朋友拍去追蹤啲片咧，其實大家都會睇到其實呢部機嗰個避障同埋追蹤能力咧係有幾咁強勁嘅。